最近大家知道那个拍戏这件事情，当媒体在第一、二次的访问的时候，都会以为我是要找战犯，但是我做的事情已经是往下一步去了，因为我们在的是一个已经有法治的社会里面，这些东西他们会去处理。我们是往下一步，如何能够让接下来拍戏的人在一个很安全的环境里面，这才是我们的目标。当你身上带着伤，你还是继续朝你的目标前进，其实持续建立你的人生，这才是真正对自己负责的。嗨，大家今天过得好吗？欢迎来到理科太太。我今天会用浓浓的鼻音、急性鼻窦炎来跟我们的亚伦聊天，算是网友见面吗？算网友 Clubhouse 的时候碰到，莫名听了亚伦讲了很多东西，发现哇，他很能讲，所以今天就麻烦你。没问题，今天要 cover 你这个急性鼻窦炎就交给我了。我就会坐在这边呼吸。但今天要聊的主题，从自我认识开始，是不是？我觉得很重要，我觉得那个是101，认识自己之后，你才有办法知道你现在做的事情是不是符合自己的，有没有违背自己的，出于什么样的理由跟什么样的原因而去做这件事情。从小到大被教育说，你就是要听妈妈的话啊，听老师的话啊，你要乖。小时候我们可能比较难去反过来想，为什么我要听你的话？为什么我要乖？长大自然而然变成习惯了。对，变成自我约束跟绑定的一个意识，以至于你对生活很多的挑战你会充满害怕，或甚至你在某一个时间长大之后发现，我这个自己好像跟我爸妈口中的自己不太一样的时候，你会抗拒，然后你会觉得啊，那我还是缩回来，我变成爸爸妈妈或是别人眼中的样子就好了。或者是当你想要往那边去，但是可能家人说，你应该去那里的时候，心里会有愧疚感。对，自责。其实那个愧疚感对我们的心理动力其实是很消耗的，非常消耗。因为你要去第一时间你要去抗衡它，抗衡到最后你可能会像你说的，就是精神就耗弱了，或者甚至说你就是自我放弃，然后或者找到自己很舒服的，就是以往那种固定的行为模式，你就躲到里面去，好像就解决这一切的烦恼这样子。现代人很容易失去动力，不知道原因。对，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不想要去工作，可是明明工作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对，这时候我觉得你可以量一下，其实心理的负重是不是已经有一点太多了。它不一定是工作带来的，你可以想你人生的动力，做事情的这种动力是同一桶嘛，可是你这个东西是可能被很多其他的东西去消耗掉。我觉得我现在工作没动力，然后甚至很烦，我第一件事情会先问他是，所以你家里有给你什么压力吗？我会直接讲到这个重点，但他们会一直反应不过来，我可能太快就跳到那里去。回溯到原本既往的原生家庭当中经历了什么事，或是被告知了什么样的东西，以至于你现在变成有一个很限制性的信念这样子。是这个框架其实是无形中形成，而且它是在潜意识下面。我们大家都说冰山大概是10%的意识吧，然后90%的你是完全不知道你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信念这样子。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探讨说，这个行为信念我们如何去做一些自我练习，然后去发掘它，然后甚至做一个醒觉的动作，可以找回你原本的动力。听说你之前有上过一些情绪管理沟通的课，可以说一下你怎么会去上那个课吗？是遇到什么事吗？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拿我自己最鲜明的例子，就是在过往的几年，其实在网络上面发言，很多人会觉得很直白，然后很受用，因为他们有一个情绪的出口。但事实上对我来说，那些发言虽然是有它的正当性，但同时也多了很多的自我的很自私的目的。比方说我很需要被看到跟了解到我其实是很努力这件事情，我透过了这样的方式去让这个世界做沟通，但反馈回来给我的是，我身边的工作人员会觉得说，你好不容易走到这个阶段，然后为什么你要用这么激烈的语言去让大家对你的 NP 值的 N 就是 negative 的感觉多了很多。对我来说，其实做一个艺人或是做一个公司的老板来说，这个是一个很多 question mark 的一个事情。Supposedly 你应该把自己当做一只股票一样，慢慢的堆叠到一个大家觉得很认可的地步，这样子。从艺人的角度来说啦，我本来就用正义来包装我这一切，比方说我对电视台的不满，对戏剧界的一些现状可能想要说出来做提醒，但是因为过
过于尖锐，导致这些回馈都是比较负面的。我为什么会去上这个课，主要是因为我看到经过这么多次的这样的发言之后，我身边原本没有那么担心的家人开始变得很担心，甚至我身边的很好的朋友也开始觉得，你是不是有时候真的是要稍微转换一下你自己想说的，或者去思考一下。我觉得原来我身边爱我的人都开始出现负面的感觉的时候，我觉得不行再这样下去。而且其实我明明就有非常的有意识到这件事，但我偏偏就是给了自己很多的理由跟借口往那边去，这样子往比较尖锐的，往比较没有办法沟通的那边去。其实我自己觉得我自己的目的是想要做沟通，就想要激起的是一个自我的思考、检讨跟好的能量的。但为什么选择这些方法之后的结果都不是我喜欢的？那基于结果，我这个沟通其实是失败的。所以我就会改变我的中间那一段的过程，我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沟通，以至于我能得到我想要的结果。因为这个课程其实是我14年，现在讲起来应该是15、16年前了。我的一个戏剧助理，他那时候跟着我跟戏，但是他有去上的课。在那个时候，那个当下，我的心情我已经找不到方向了，我甚至是觉得好累，甚至有点想放弃做公众人物这件事情，因为我找不到沟通的方式。那在这样的种种的原因之下，促使我用一个非常开放的心态去报名了这个课程。所以你会觉得那算是你的低潮，心情比较低潮的时候？蛮棒的低潮。我觉得蛮不容易的事情是，很多人他对一件事情有了一个反应之后，就算那个反应后来得到的结果跟回馈不如预期，不像很正面的，大家还是会一直用一样的，对，是一样的态度去面对这件事情，然后觉得为什么这个世界是这样？对，就会开始把矛头指向别人，但很少愿意去看自己的这个选择。我觉得这很不容易。如果说我们可以有办法换一个视角来看这件事情，你就会觉得我好像有一点点的能量跟有一点点，就我不需要再那么硬了，我好像还有一点空间可以左右稍微这样子动一下。当你慢慢的这样子动之后，可能1年回去，你就会觉得哇，自己怎么改变这么大？其实这个就有一个很棒的练习，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始提到，就是所有事情都有一个所谓的负责任的版本。如何能够在你觉得很不爽的一件事，或者觉得委屈的一件事情，找到我是不是给别人不好的感觉？我是不是能用另外一种方式讲话或是思考？比方说，今天我早上出门可能来不及吃早餐，很多人最后会归咎于这个工作真的是让我觉得连自己一点生活的空间品质都没有。但我如果找一个负责任的版本，是我可不可以提早个10分钟起来，或者是我可不可以做什么样的改变，使我本来想完成吃早餐这件事情可以很顺利的完成？是，这其实从小地方去建立起自己对自己的信心。从想要改变工作变成改变自己的一些事情。对，那负责任版本其实就是你可以控制、你可以改变的东西。就是回过头来又是自己。对，所有出发点应该都从自己，因为你不可能去改变别人。因为每个人的长大的背景跟思考模式不是你能够去左右的。我最近在一个实境节目里面也遇到很多有的没有的状况啊，可能在接下来大家就看到，我 serve 红酒却没有真的红酒，我可以很满腹委屈的说节目没有帮我准备，前面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备品或是审查，但是事后你如果要做这件事情，每个人都检讨不完了，最终你还是能做改变的是自己。比方说，就是在录节目前，我真的要确认我有什么东西，我有没有红酒，这个红酒到底是不是真的红酒，诸如此类的，就是从自己开始去做起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个练习是，其实很简单，就是不要迟到。很难，对现在很多人来说超难，但是为什么会说这件事情有这么重要，是因为每一次的迟到其实都在减低我们对自己的信心。我们去执行一个目标一个 goal 的时候，其实是很需要这些小东西去累积信心的。但就从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去做改变的话，其实你会发现你的一天充满了很多很正面的能量，这样子。就算是你只是想要吃好你的早餐，就这么简单这样子。就是你自己想做的事情，在对的时间点都有达成，不管它有多小，都可以增加自己的自信心。对，自我认同。因为你总不好每次去到公司的时候，你怎么又迟到？那你自己觉得，你感觉一下这个东西在心里造成的影响好了。
再举一个例子好了，就是其实大家都知道我在团体的生活，然后我觉得我自己以往所秉持的一个信念是我可能跟他们就是生活不太一样，所以没办法做成就是真的很好很好的朋友，然后以至于后面有一段时间就是大家会觉得我们的情感没有那么好，那我会用一个比较委屈跟仇恨的心态过生活，但是其实那个能量一直堆叠起来是比较不好的。然后后来就是用一个比较负责任的版本，我对我自己的检讨就是我可能那时候的沟通其实我也是一个闷葫芦，我不会当下就把事情说出来解决，或是我其实是害怕的，我其实是不勇敢的，所以以至于这个团体之间的化学效应变得比较差。然后其实这件事情绝对不能是单方面怪别人的，而是你怎么样去找到其实当下可以做更不一样更适当的选择，来让整个团体是更和谐的。这就是后来为什么我可以跟自己心里的那个仇恨跟不满跟委屈妥协跟和解这样子。那讲出这件事情需要很大勇气。对我来说现在还好了，因为它已经是一个蛮过往的事情，而且我觉得你去找到自己的当下为什么做出这些的选择是舒服的，其实是舒服的，因为你会了解自己，你在了解自己的时候，你会可以去分类，这个是你喜欢的自己，这个是不喜欢的自己，以后你在做选择的时候，你就有很多不同的方式。然后还有另外一个练习，就是在这个底下就是 do not engage。在网络时代最好用的地方就是面对酸民，大家都一定都有受过这个委屈啦。然后 do not engage 是其实这些情绪我们可以选择它进不进来到我们的世界里面的，它其实是可以做练习的。所以现在如果大家在看这一段影片的时候，大家就是去试试看，也许在网络上面有一些攻击你的人，或是甚至你们同班同学故意要去激怒你的这些话或是一些传言，不要让这些话跟传言就是破坏你一整天的心情。你这个一整天其实本来应该是可以充满能量往前走的，但你会因为这一句话或这一件事情一句话而已你就毁了你的24小时，你觉得值得吗？就是从这个角度去看，超不值得的。所以 do not engage 就是你看到了，你不一定要有反应啊，你要不要有反应是我们自己可以决定的。这件事情很难，很难，这件事情很难，所以如果你觉得做这件事情很难的时候，我觉得你可以先用一个过滤的方式，就是有些人可能会讲的话就是会走到你心里，可是在被刺到之前，你先想一下这人是谁。他了解你吗？他如果了解你的话，好，那思考一下，他讲这个话真的是给你一个很建设性的东西，还是他是属于情绪性的字眼？我觉得先帮自己厘清分辨这些东西之后，你就有一个保护层，他就真的比较容易就是这些人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不只是网络上不认识的人，你身边认识你的人可能偶尔会来一句到你的心里。 Do not engage 这个是对的，因为你下去你就是跟他吵情绪了，这是第一步。第二步的话，你可以想为什么他会这样子讲，如果是认识的人的话，他是不是有一些讯息不对等，他并不知道事情是怎么样，他少知道的一些事情，这是关系好的人是可以讲的。没错。第三件事情，我觉得可以谢谢自己有办法在对的时间突然理智起来救自己这一把，因为常常有些人那一天就真的被拖下去了，就浪费掉了。我就是我曾经就是这样，所以其实以切身之痛来说，那一段时间可能会浪费掉你很多很多你真的能够专心在某件事情上面的那个能量，而且很容易变成愤世嫉俗的人。对，就是当你把你的事情能量都消耗在其他无所谓的东西上面的时候，那你原本的目标呢？你今天你就只有这么一天，你就这么一个人，今天你没有放在你的目标上面，你就是去做别的事情，这是机会成本的问题。可是当你的情绪烧起来的时候，你根本不管，我今天就是要跟你拼命。回过头才来说浪费时间。对，回过头来觉得说，为什么我讲难听一点，好像一事无成？为什么我这么在意这么多事？我明明对世界很关心，却没有办法达到什么目标？这是很可惜的事，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其实都有能力去发光，其实真的是这样子，每个人都是有机会的。还有啦，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其实去发掘为什么我们会比较常是扮演受害者的角色，对吧？可能这件事情发生了，哇，真的好委屈，为什么遇不到伯乐？为什么家人不了解我？为什么？那这些受害者的角色，其实在精进自己的道路上面，其实也是一个阻碍。
那我们要其实厘清为什么我们喜欢做这件事情，为什么我们喜欢当被害者。去想一想这些被害者角色后面隐藏了什么好处，比如说责任推到人家身上了，我可以不负责任的，我可以得到同情，比如说我可以得到大人们好啦，没关系，你就是小孩子，就让你这样吧，我可以不用再去做更艰难的挑战，我可以不用面对更困难的选择，这样子，这些都是我们习惯在被害者角色当下去做的，去拿到的隐藏好处，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自觉这件事情，我们都觉得我好委屈。长大不长大其实也都是选择，你能不能去面对更多的挑战，决定你能不能往更高的目标去前进。我觉得做被害者最大的隐藏因素就是这些吧，然后你要不要而已。之前有一本 The Subtle Art of Not Giving a F， 它里面就有提到说为自己负责，它整本书贯穿的就是在讲为自己负责，他以前是多么的是一个然后怎么样，然后突然他在人生的谷底，他突然发现他为人生负责，然后他去宣传这个概念的时候，有什么样子的人反对他，然后骂他没有同情心。可是他的意思并不是那个样子。比如说，你今天走在路上，你被车撞到了，你断了一只脚，你很可怜，没有错，车子是别人开撞到你的，没错，但脚是你自己断掉的。对。这个很冲击哦，人家没有办法帮你把你的脚长回来，没有错，绝对没有错，你是受害者，然后错的是那个人。但是你就算很哀怨，你很生气，你很愤怒，你还是要把自己的脚长回来。没错，这个就是为自己负责。我相信很多人现在心里是觉得，怎么会讲这种话？但是这就是我刚刚说的负责任的版本。你今天能不能做更多事情去避免这件事情，是掌控在我们自己身上，并非我们没有同情心，而是如果你要去抓着这个同情心过生活，你往后在你断了这只脚的生活当中，你会充满很多哀怨，你会停滞不前。我们如何把那个 energy 找回来，就是第一件事情，先找自己能不能做得更好。做自己能做的，你就是自己先长自己的脚。究责归纳是怎样？有些时候有些事情它已经不那么重要，留给保险公司吧。没错，最近大家知道那个拍戏这件事情，因为公安的意外，然后造成人命的损伤。当媒体在第一、二次的访问的时候，都会以为我是要找战犯，我想要纠责、追责，但是我做的事情已经是往下一步去，我要去建立一个安全的拍摄的环境，然后我们很快就成立了工作小组，然后要去成立协会。那你觉得我是用这样的态度去往前进比较好呢，还是我去撞在那一堆谴责的声音当中去找你应该负责，你应该要赔钱，你应该要干嘛呢？ No， 因为我们在的是一个已经有法治的社会里面，这些东西他们会去处理，检调单位会去处理。我们能做的是什么？我们是往下一步，如何能够让接下来拍戏的人在一个很安全的环境里面，这才是我们的目标，避免未来再发生同样的事情。这样子。如果你现在还小的话，我跟你讲，不幸的事一定会发生在你身上，一定会。但长大的过程就是，当你身上带着伤，你还是继续朝你的目标前进，其实持续建立你的人生，这才是真正对自己负责的。可能你失去了很多，会需要用一部分的自己跟着这个悲伤一起过生活一段时间，但之后你如果有按部就班的走，它悲伤会升华成另外一个东西，但你的人生也是继续前进。哇，鸡皮疙瘩。鼻音还是很重。当艺人的过程中，经历其实哪一个最大可以浅显易懂，就是亲人过世这件事情。从第一次你会不知所措，不知道做什么反应；第二次你感受到了那个痛苦，再接下来你就会觉得，我们人生避免不了了。如何能够带着这些人的，你要说精神也好，或是他留下来给你的爱也好，如何往前走才是真正最重要的。否则你会浪费了5年10年去解决这个伤痛，然后其实发现那个是不可能好的。所以今天呢，想要做的最后一个结论就是，发生了一件令你不舒服的事情的时候，你觉得做什么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好吧？我觉得第一件事情是先察觉到自己不舒服。我觉得我自己在面对不舒服的时候，会发生心跳加快、胸闷、焦躁、焦虑、不知所措、易怒。
会，这当然就是第一个啊，你已经不舒服了。再接下来，我希望大家做的练习是尽量的跟这个愤怒保持一点点的距离，不要完全就是被它征服。因为我觉得人生这些情绪是掌控在我们自己手上的。然后接下来我自己的做法，比方说我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就是刚才拍戏那个例子，我会直接就是找諮商师来跟所有已经碰触到这件事情的工作人员做一个团体的諮商。那我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其实有一些伤痛是当下你不觉得很大，但是它会藏在心里很久，突然哪一天当你不处理的时候，它就会爆发开来。我宁愿就是第一时间去面对这些伤痛跟难过，即便当下你是不知所措的，至少有一个专业的人理解你目前的状态是什么。諮商这两个字可能对很多的人来说是会变成一种我好像心里有一些疾病的一个等号，但是我想要跟大家说，其实諮商其实应该是一个很健康跟很必要的生活日常。你把它当成你肌肉酸痛你会去按摩，你心里你需要有一些人帮你整理的时候，你就去諮商。对，心理的垃圾其实它会影响到生理的，会生理影响心理，心理影响生理。然后你在寻找諮商师的时候，其实很难第一次那个諮商师就是你的諮商师。对，它有点像在找适合的工作伙伴，他是一个伙伴关系，他讲话的方式，他的学派或是什么的，都会影响到你听了觉得舒不舒服。就每个人喜欢的合适的都不一样，没错，这个给大家做参考。那今天就这样啦，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请帮我按赞留言分享，如果你还没订阅的话，请帮我订阅一下，谢谢收看，我们下次见。